我叫周小满，今天原本是我新店开张的好日子，却没想到会被最爱的人赶出门。这一刻我才发现，原来这3年的青春都是为了狗。坏了，不应该啊！建军，锁怎么？是我让人换的，毕竟这门面以后要做高端餐饮，总得防着些不该进来的人。林曼，建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被开除了，这店现在跟你没关系。开除？这是我们的店，法人是我。真以为那天让你签的是贷款合同？怪只怪你自己没文化，太好骗。陈建军，你这个畜生！我陪你吃了3年苦，你竟敢坑我！我们以后做高端餐饮，不需要要饭的破烂，拿着打发叫花子的钱滚出海城。以后我才是这家的老板娘，而你只不过是被我家扫地出门的员工罢了。对了，你不要试图留在海城，海城的饭店我都打过招呼了，不会有人收留你。小满，拿了钱就离开，别让我们为难。饭店是我陪着你一点点打拼出来的，难道我们之间的感情都是假的吗？没有，我很感谢你为我的付出，只是曼曼比你更适合当老板娘罢了。老公，不要再和他说这些了，对他我们是仁至义尽了，和他多待都是晦气。快走吧。我以前觉得，只要建军掌好勺，我管好客，我们就能在这座城市扎下根。建军，快点儿！咱兜里这3万块钱就是火种，你负责烧火，我负责引客，咱肯定能红火。好嘞，只要客人爱吃，炒到天亮也不累。小满，咱再攒点钱，就把这家店盘下来，这店永远是你的，这样你就有家了。陈先生，这种小店只会消磨你的天赋，想不想来我的餐饮公司当管理层？咋这么晚？去跑业务了？啊，对，跑业务呢。以后我可能回来的更晚，你别等我。那天，他第一次没有看我的眼睛。小满，建娟的手艺加上我的资金和渠道，咱们能把这间店做成全海城最有名的餐饮品牌。林小姐，我不懂这些法律条文，这合作协议上面写的字太绕了。小满，林小姐家大业大，还能坑咱们这点小生意，签了字儿，咱就能换大店面。你也用不着天天在这擦桌子受累了。在那一刻，我甚至觉得他是因为心疼我太辛苦，才这么急着让我签字。那以后咱家店的经营管理还是听我的，你只管钻研菜品，行不？行，都听你的。合作协议那是餐馆转让协议，我亲手把自己3年的辛苦送给了那个狼心狗肺的东西。没有我周小满，你陈建军做的菜屁都不是。经理，洗碗、择菜、倒垃圾，什么脏活累活我都干，求您给个机会。去，说了多少遍，满了。您连看都没看我一眼，到底为什么？我只是想挣口饭吃。姑娘，你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曼勋的林总跟我们老板打过招呼，谁收你就是跟他作对，你别为难我了。林曼，你真要把我往死里逼？请人没人要，
那就谁都不请。当年我和那个人不也是从路边摊起家的吗？盒饭10块1份儿。姑娘，你这饭硬的硌牙，菜也没味儿，你这不是糊弄人吗？大哥，我第一次做，要不收您钱？难道我真的要告别餐饮了吗？土豆没泡水，淀粉没洗掉，下锅就糊。肉片切太厚，火候不够，没煸出油。你爱吃不吃？我第一天干这个，你以为你是谁？凭什么？周小满，你是赵铁山，读书时候坐我旁边的那个。你作业本都是我垫的。你刚才说的土豆泡水，肉要煸油，你怎么知道这些？我在国营食堂干了11年。铁山，你在哪个灶上干的？红案大锅菜还是小炒？都干，那你现在工地干的什么活？这不关你的事情。赵铁山，你是不是傻？放着红案师傅不干，跑来搬砖？铁山，要不跟我干吧？我管账，你掌勺，我们合开铺子。我不愿意。我不愿意。做生意不是过家家。这条街上工人几点下工，一天挣多少，舍得花几块吃饭，你答得上来吗？听说你开过店，还被赶出来了。当初把店做起来的那股劲儿丢哪儿了？你怎么知道我的事儿？海城餐饮圈没多大，能做出小满私房菜的人，不该站在这里炒难吃的土豆。拿出你真正擅长的东西，别把力气花在错的锅上。3年前我能把店做起来，靠的不是炒，加鸡蛋，别加水。肉腌一夜，少1分钟都不行。是知道客人想要什么，花多少钱。可突然之间，竟然被太想成功蒙蔽了，反而忽略了自己擅长的方式。搬砖1天200，怎么颠上勺了？下班挣外快。老赵，你这手艺屈才了。东边3个工地，5条夜市，我全走了一遍，哪家贵，哪家火，哪家没有米饭摊儿，都标上了。你说的对，成本都算不明白，凭什么拉你入伙？现在算明白了，我不是求你帮忙，有你在能成，没你我一个人也能成，慢一点而已。明天6点，中郊菜市场那边肉比西郊便宜1块2。盒饭现炒热菜10块1份儿，米饭管够。林总，按您的吩咐，全海城的饭店没一家敢用它。那姓周的跑了3天，连洗碗的活都没找着。算他识相，再盯几天，等他收拾东西滚出海城，这事儿就算了了。对了，林总，有个事儿，他好像在东郊工地上搞了个流动摊儿，卖盒饭。流动摊儿？曼曼，别急，他不愿意走，那就给他送个惊喜，让他主动走。也好，让他再蹦跶2天。这家味道绝了，比隔壁彪哥的强多了。就是没个证儿，不知道能不能长久。对，正，流动摊能做，但要想做大，必须合法。我不能一辈子躲着查。陈建军能夺走我的店，夺不走我重新站起来的手续。这张证是我翻身的第1张牌。大伙儿都看看，我兄弟吃了他家盒饭，上吐下泻。这娘们用地沟油。你兄弟什么时候买的？买了几份？说不出来就是血口喷人。哼，我兄弟肚子疼是事实，用得着给你对账？我能对账，哪天几点几份多少钱，我每一笔都记着。彪哥，让你兄弟说说，我好查。昨天中午，
昨天中午我还没出摊，这个点儿你是在梦里吃的。少废话！今天你不赔3000块医药费，这事儿没完。要么以后每个月交500管理费，我保你平安。在底层，只要怂一次，以后就永远被人踩。我不惹事，但也绝不怕事儿。流动餐车经营许可证，今天刚办的。你不是说我没证，现在有了。你不是要举报？电话在这儿。彪哥，你不是要打电话吗？打呀！行，你有种，走着瞧。刚才那一拍，我手心里全是汗。你站前面的时候不像怕的。铁山，今天我们立了规矩，以后这条街上没人敢再跟咱们耍赖。老大，要不我去他们摊上再闹一次，就说菜里有老鼠屎。你他妈能不能动动脑子？那娘们有证还有账本，你去闹，她反手就报警。听说你被个卖盒饭的女人打了脸，你他妈谁呀？林总很欣赏你，只要你能让周小满的摊子在这条街上消失，这个数只是定金。他得罪的人可真不少，客流翻了3倍，2个人已经撑不住了。铁山，我在想要不要盘个店面，招2个人，钱够吗？再撑1个月够了。但我怕彪哥那边还没完，现在租店，万一他再闹，我怕把房东也牵扯进来。你想清楚就行，不管摊子还是店，我都在。砸！跟老子斗，明天开张，我看你们拿什么开。彪哥，老板娘，今天几点出摊？饿死了，啥时候到？王哥，不好意思啊，今天会晚一点到。今天怎么做？可能会辛苦你了。全打包，你要送去哪儿？彪哥大排档门口。你是去砸场子啊？他不是砸我的锅吗？今天让他知道，砸我的锅是要付代价的。你们他妈的跑我门口来卖了！彪哥，我摊子没了，但客人总得吃饭。你这门口人流量大，借个光不介意吧？好像对面更响，才10块，走去看看。周小满，你彪哥，你砸我的锅，我就让你门口排满我的人，你觉得谁更肉疼？今天的营业额比摆摊还高。铁山，彪哥不会善罢甘休，但今天我们让他看清楚了，他不是能随便捏我的人。明天摊子怎么办？我有个想法，不租摊位了，直接找门面，越快越好。彪哥失手了，周小满在他门口摆摊，客人都被他劫走了。废物，一个地头蛇，连个摆底摊的女人都压不住。彪哥是不是还拿他没办法？砸了他的摊子，他第2天直接在彪哥门口卖，彪哥又不能真动手，他旁边那个厨子看着不好惹。那就换人。不用换人，我有个办法，不用动周小满。彪哥不是想让他的摊子开不下去吗？那简单，让他的人做不了饭，摊子自然就黄了。陈总让我带句话，你之前方向错了，不用砸摊子，不用找他麻烦。那怎么搞？他那个厨子是他的命根子，厨子倒了，菜就没了，菜没了，客人就散了。你是说，彪哥啥意思？明天给我找几个生面孔，把厨子的手。主街最好的位置，上一家做快餐的，设备不用大改，就是传让费再降3000，今天就能签。水管没问题，灶台位置也好，就定这儿了。我问一下房东吧。我是不是以前也这样坐台阶上吃饭？初中食堂太小，都坐台阶上吃。那会儿我带饭，你带馒头，每天中午。你每天中午把饭盒推过来，说带多了吃不完。后来我算了3年，你每次带的都是2个人的量。那会儿看你瘦，怕你吃不饱。不光是吃饭，被人堵在墙角的时候，也是你挡我前面。从小到大，你是第一个站我前面的人。我认得这种眼神，建军也这样看过我。后来他把我推到泥里。中介该回来了，进去看看。这什么？这些年攒的，食堂的工资、工地的外快，12万8，转让费差的那部分加上。不行，这一看就是你的老婆本，你出技术就够了，钱我来想办法。我们是合伙人，不收，那么就是不承认我是合伙人。现在正是用钱的时候，不要再推脱了。好，我收下了。所以，他喜欢我。人快来了，藏好。好。
无论如何，我还是应该问清楚。兄弟，别怪我，要怪就怪你站错了队。我从来都没有站错队，是你们要紧咬不放的。希望你等一会儿还能笑得出来。给我按住他！哼，妈的，不是能颠勺吗？老子今天就把你这只手废了！给我按住他！妈的，不是能颠勺吗？老子今天就把你这只手废了！赵铁山，赵铁山！人呢？这里打架的人呢？哎呀，打得好凶，警察都来了，人被拉走了。赵铁山，你千万不能有事，千万不能有事！警察同志，刚才巷口打架的，有没有一个受伤很重的男的？你是家属？我是他朋友，伤的怎么样？哦，那个重伤的啊，已经送医院了。哪个医院？赵铁山，你不是送医院了吗？轻伤，不用去医院。警察问谁伤最重，说的是彪哥。你真不知道，你吓死我了！看够了没？疼不疼？不疼，真不疼。赵铁山，彪哥不是冲你来的，是冲我。你替我挡这一顿，我记着。但以后不准不接我电话。8000、12000，加上今天结的32000。你铁盒子里的钱我没动，等店面定下来，算你入股。别再说你是合伙人了，我知道，但你的钱是你的，店的钱从店里挣，我们一步一步来。那边虽然偏，但打工的多，咱们做最实在的菜，卖最公道的价。我要在那儿扎根，我让他每天一抬头就能看见我周小满还没死。你想做，我就赔。白天炒400份盒饭，晚上当苦力。赵铁山，你是铁打的吗？重体力活给双倍工资，能早2个月攒够钱。我不急，店可以晚点开。你看看你的手，这是拿勺的手，不是搬钢筋的手。我想让你在那条街上堂堂正正的站着，这点累不算啥。赵铁山，你等我，等店开了，法人写咱们2个人的名字。铁山，就是这儿，我盯了好几天了，主街最好的位置，租金竟然比别家还便宜2成。小姑娘，我这人看眼缘，看你们2个踏实肯干，这租金我不收高的，只要按时交房租，这铺子你们爱干多久干多久。谢谢房东大叔，我们一定好好干。赵铁山，听到了吗？我们要有自己的店了。这边排水不行得改，灶台得用双灶，不然出餐慢，高峰期你留不住客。全听你的，你管后厨，我管装修。铁山，今天交押金的时候，我的手一直在抖，那是咱们搬钢筋卖盒饭攒下的命根子。命根子已经种下地了，接下来的活儿交给我。赵铁山，我们要赢。等他们装修好了，那合同里的小字儿，够他们喝一壶。铁
铁山，你买那2手的抽油巾机擦干净没？咱得省着点花，每一分钱都是咱的汗珠子。擦3遍了，电机我拆开抹了油，转起来跟新的一样。没事儿，不脏。小满啊，这店你们是真打算常干啊？是啊，大爷，过几天开业，您一定要来尝尝咱的东北菜。你那个房东，铁山，刚才隔壁大爷说话说一半就走了，你说这房东……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别想了，明天是火。租金调整权归甲方所有。铁山，能成吗？火旺，财就旺。 3年前，我以为我这辈子再也没机会站在这种柜台后面了。老天爷，这是哪家馆子在做大菜？我这唾沫都要流出来了！别走了，快闻闻，这味道比那醉仙楼的招牌菜还香上3分。这铺子到底卖的是什么？不知道啊，但这香味太地道了，硬是把我的馋虫给勾出来了。不行，我得去问问什么时候开张。陈建军抢走的东西，我要一点一点拿回来。这一杯，敬咱的新开始。 陈建军，看清楚了，今天我周小满回来了。就是这个味儿，上次在工地没排上的铁锅炖，竟然开店了。 欢迎光临，招牌铁锅炖1份，排骨多放点汤。来，您的菜好了。铁山，咱们第1天就卖空了，以后。 会天天卖空。生意不错啊，周老板，咱们该谈谈动态租金的事儿了。哎呀，瞧瞧这热闹劲儿，这香味儿还没散呢。周老板，第1天就赚了不少吧？房东大叔，多亏您地段好，不过这么晚了，您有事儿？有正事儿。 当初签合同的时候，我就说这租金是起步价。现在这条街火了，你们这店更是爆满，这租金也得动态调整。动态调整，当初白纸黑字写的是3000块，怎么就变起步价了？自己看，最后1行。你这是欺诈！这字这么小，你当初根本没提醒我。字小也是字，手印可是你亲手按的。从明天起，租金翻倍，6000一个月。 当初说好的是3000，你想耍赖？怎么想打人啊？我告诉你，不交房租就卷铺盖滚蛋！这装修我可不退钱。他这是看准了咱们装修好了撤不走，要把咱们活活吞了。别哭，钱能解决的事儿都不叫事儿。铁山，咱们得想办法反击。铁山。 算不平，6000的房租加上水电和食材，咱们每天睁眼就要亏200。咱们是在给房东白打工，要不咱们把价格涨上去。涨价就没人了，这街上的人1分钱都看得重。你在店里守着，我去谈。大爷，房东这招以前也用过，前面那家开面馆的就是这么被他逼走的，装修费1分没拿回来，还倒贴了违约金。
你干什么？我告诉你，现在是法治社会。确实是法治社会，所以我也查了法律，动态调整权的小字字体小于5号，且没有任何加粗或加黑提示，涉嫌欺诈。顺便我也找了前几任租户，他们都愿意出来作证。你少吓唬人，合同可是周小满亲手签的。告不告得赢是法院的事儿，但只要我告了，你这铺子就得查封停业，咱们耗得起，你那个正在谈的新租客耗得起吗？3000，一分都不能多。欢迎光临，后面稍等，马上给您收拾桌子。铁山，外卖又爆了，这样下去不行，咱们招个兼职吧，哪怕只负责洗碗也行。刚交了下季度的房租，手里没余钱，招人的事儿往后放放，我来。赵铁山，你是不是傻？面坨了，我去煮新的。我迷着了，不好意思，面肯定坨了，我去重新给你煮一碗。赵铁山，你坐下。现在跟着我，天天熬到后半夜，你放着安稳日子不过，跑来陪我遭罪，你到底图啥？你饿不饿？赵铁山，你真是一块木头，你居然问我饿不饿？饿了脑子就转不动，你别哭，我有的是力气，垮不了。3000，今天就是你们在这条街待的最后一天。老子看你们明天交不出6000，怎么开门？周老板，今天可是交租的日子，6000块，一分都不能少，赶紧着吧！后面排队想租我这铺子的人多的是。嘿，你个臭丫头，什么态度？哟，李主任，您大清早的怎么有空上这儿来吃早饭啊？老马，我不来，你是不是打算把这条街上创业的年轻人都给活活逼死？工商局和城管局的联合整治通知昨天刚下达到街道。老马，你那份合同里的动态租金调整属于典型的不正当竞争和合同欺诈，前后这条街上你已经被联合投诉了4次。李主任，这开门做生意愿打愿挨，白纸黑字手印是他周小满自己按的，法律也得讲证据吧？字号小于5号字，无任何加速加黑提示，涉嫌故意隐瞒重大条款。前面开面馆的小刘，开服装店的小张，都是被你用低价骗进来，等稳定了你就翻倍涨租，白吞人家的装修费。工商局已经正式立案介入了，你不仅要维持原租金，还要面临停业整顿和违法所得追缴。别，李主任，误会都是误会，我就是跟小周开个玩笑，3000，原合同3000，咱不涨了，行不？开玩笑，马老板，那咱们今天就把拒绝任何形式涨租的补充协议签了，少一个字儿，咱们就工商局见。周小满，你别得意太早，在这条街上，老子有的是办法让你们活不下去，咱们走着瞧，看你们能撑多久。能撑多久？马老板，咱们走着瞧。老板娘，你们家这铁锅炖绝了，肉香汤浓，我明天还带兄弟们来。好嘞，大哥，觉得好吃您常来，慢走啊。怎么了？算错了？2万，铁山，抛去房租、水电、食材，咱们这个月的纯利润整整2万1800，咱们站稳了。赵铁山，在这条街上，再也没人能随随便便把咱们撵走了。给，分红，这里面是1万块钱，你应得的，1分都不能少。我不要。你嫌少？这可是咱们的血汗钱。放你那儿，攒着。
以后开第2家。赵铁山，你还真想开第2家？咱们这小店才刚见着回头客。1家店不够。好，那咱们就开第2家。我的第2家店，陈建军，你好好看着。赵老师，咱们中餐做菜不都讲究个少许适量的颠勺感觉吗？您这怎么跟做化学实验似的，还得精确到克啊？秤不会骗人，不管是1店还是2店，客人吃进嘴里的味道必须一模一样。这就是小满小厨的铁律，记下来。记住，我们卖的是实在的快餐，但服务必须是顶级的。大方迎客，眼神对视，客人一抬手，3秒内必须有人回应。前厅是店的脸面，谁要是砸了小满小厨的招牌，立刻卷铺盖走人。明白了，周总。陈总，出事了！周小满那个臭丫头在咱们眼皮子底下开了第2家分店，对，生意比咱们的还要火爆。一个推车起家的贱货，谁给他的胆子？查！给我切断他所有的供应链！我要让他2店开业不到3天就无菜可用！周小满被赶出街了，还能在这死灰复燃？哟，林小姐，什么风把您这位贵客吹到我们这种小庙来了？听建军说，对街开了家味道不错的苍蝇馆子，我来看看是什么货色。把你们这儿最贵的菜上一份。味道嘛，马马虎虎，也就是城中村那些民工爱吃的底层口味，上不了大台面。林小姐，上不上得了台面，看外面的排队就知道了。我们做的是实在人的饭，不像某些人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你少在我面前指桑骂槐，白纸黑字你签了字儿，那店就跟建军姓陈。你以为开了个分店就能和我的餐饮平起平坐了？一个推车起家的小商贩。建军，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马上通知海城所有的蔬菜鲜肉批发商，谁敢给周小满的店供货，就是跟我林家过不去。我倒要看看，没有了食材，他那个破店拿什么跟我们斗？周总，不好了！刚才肉联厂和蔬菜基地的电话同时打过来，说从明天起不给我们货了。张总，咱们昨天不是刚对完单子吗？怎么说没货就没货了？喂，李老板，我是周小满，价格我们可以再谈，只要能送货。什么？喂？肉联厂和蔬菜基地突然同时断供，明天可是开业第2天，要是明天一大早开不了门，排队的客人都得放鸽子，咱们这第2家店的口碑可就彻底砸了呀！喂，刘叔，您那儿有排骨和土豆吗？小满啊，听叔一句劝，别费劲了。林氏集团的林曼把话放出去了，整个海城的商业批发圈子，谁敢给小满小厨供货，就是砸林家的饭碗，没人敢为了你得罪大财阀。
林曼、陈倩君，你们抢了我的老店还不够，连一条活路都不给我留吗？锁好门，回去睡觉。铁山，你要去哪儿？海城很大，林家能封死那些大老板，但封不死农贸市场的每一个地摊。走走走，上面打过招呼了，不能供货给你们，别在这挡着老子卸货。是周老板，有个姓赵的小伙子，3天3夜没合眼，在市场上帮我们所有人扛货装车，硬是用诚意把我们几个散户的货全磨过来了。这是你们的菜，赶紧谢。我们有菜了。铁山，赵铁山，你醒醒，你别吓我，你睁开眼看看我。赵铁山，老板呢？这做的是人吃的饭吗？大哥，怎么了？是味道不合口味吗？不合口味？你自己看看，这白菜包子全是酸的，叶子里还夹着烂叶，这土豆吃起来一股子死水味。你们家平时挺实在的，现在开大店了，就拿隔夜的剩菜来糊弄我们？不可能啊，我们的菜都是今早刚送到的。周总，不好了，网上突然冒出来好几个差评，都吐槽咱们二店的食材不新鲜，说吃完拉肚子，评分已经开始掉了。赖老板，你口口声声说这些是今早刚下地摘的新鲜菜，那这里面的烂叶子和酸味是怎么回事？客人在店里当场砸碗，网上全是差评。哟，周老板，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我的菜离场的好着呢，谁知道是不是你这二店的冷库不行，自己储存不当放坏了？反正货已签收，概不退还。这菜放了至少3天了，你个炒菜的懂什么？少在这血口喷人！菜心已经开始烂了，为了压成本，把前几天的隔夜陈菜混在新鲜菜里一起卖，你当老子的舌头是摆设吗？请问一下，你家需要新鲜蔬菜不？这都是俺们自己家地里种的。叔，实在不好意思，我们店里现在正出了大乱子，暂时不收散户的菜，您去别家看看吧。哦。等一下，这菜是什么时候摘的？今天凌晨3点。俺拿净水洗干净，挑着扁担，坐最早的一班牛车进城的，绝对新鲜。尝尝。叔，这菜味道绝了，您是从哪儿来的？海城乡下王家屯，俺们村里种的菜都是当天清晨现摘的，绝不隔夜。你们村里像这样的好菜，一共有多少？叔，这么好的菜，怎么都堆在地头不往城里运啊？运进城，路不好走，城里的那些大批发商还合伙压价。这么好的大白菜，他们就给3分钱一斤，不卖就只能烂在地里，当肥料，命苦啊！乡亲们，批发商不要，我要。以后你们种多少，我周小满收多少。咱们签长期合同，我不压价，但我只有一个要求：每天凌晨摘菜，中午之前必须送到我城里的店。姑娘，你放心。俺们王家屯保证，送去你店里的绝对是带着露水的最顶级的菜。我操！
今天的菜怎么这么好吃？这白菜居然是甜的。对啊，这土豆丝绝了，又脆又香。老板娘，再来一份。铁山，我要让陈建军每天一抬头就看见我周小满。慢熏一份小炒肉要88，抢钱啊！哎，去对面，小满小厨新开业，同样的菜只要38，还是王家屯直供的无公筷新鲜蔬菜。走走走！我的天，这菜太鲜了，土豆丝脆的弹牙，肉片嫩的流汁，这才是真功夫，比对面那家华而不实的预制菜强10000倍。以后午饭就在这儿扎根了。陈建军，这个贱女人都骑到我们脖子上拉屎了！周小满，你以为你赢定了？在 CBD， 老子有的是脏手段玩死你！陈总，今天中午到现在的营业额总共才卖出去3单，连平时的1/10都不到。陈建军，你睁大眼睛看看，因为对面那家破店，我们流失了整整1半的高端会员。我早就警告过你，周小满那个女人现在不好惹，你偏不信。不好惹？他周小满算个什么东西？不过是卖点上不了台面的东北大锅菜。我们主打的是高端商务私房菜，他能翻出什么浪来？真带劲儿！这肉一抿就化，蔬菜清甜。以前天天去对面吃那些几百块的速冻高档菜，真他妈交了智商税。就是，以后商务宴请也上这儿来，接地气，味道甩对面10条街。不行，不能再让他这么嚣张下去了。再这样下去，曼勋就彻底垮了。我必须弄死他！喂，工商局吗？我要实名举报对面的小满小厨食品卫生严重不合格，非法使用地沟油和变质食材。对，马上派人去突击检查。周小满，跟我斗，明天老子就让你的店彻底封门！谁是这家店的负责人？我们接到群众实名举报，说你们店涉嫌使用劣质地沟油和变质食材，现在依法进行突击检查，请立刻配合。我是主厨，后厨在这边，几位请。队长，酸价超低，指标全过，这油比咱们局里食堂用的还干净。小伙子，这后厨规整的跟教科书一样，满分。经过现场突击检测，小满小厨各项卫生指标完全合格，属于示范级卫生商户。周老板，这次是有人恶意举报。举报电话我们已经记录，涉嫌恶意不正当竞争，我们会依法对举报人进行警告和调查。不可能，他们怎么可能查不出问题？那可是突击检查。陈建军，老娘陪你玩到底！
老板娘，我们这桌点单半天了，怎么连个倒水的人都没有啊？来了来了，实在对不住，马上给您上。领班小李呢？还有服务员小王，前天怎么都没来上班，电话也打不通。3倍底薪，加上这笔安家费，你们做得很好。谢谢陈总，您放心，小满、小厨那2个500人的核心老客微信群，我已经把群主也让给您了，而且把周小满的号直接踢了出去。我倒要看看，没了干活的人又被断了客源，他周小满拿什么跟我耗？3倍高薪挖人，陈建军这个王八蛋，不仅挖走我培养大半年的领班，还把我们老客群给偷走了。不行，这群老客是我们一桌一桌敬酒攒下来的，我要报警，我要起诉他们盗窃商业机密。别去，告赢了，心也不在咱们这儿了。可是铁山，那是我们的心血啊，他们怎么能这么白眼狼？大浪淘沙，刮风才知哪棵草根扎得深。能被钱买走的，从来都不是咱们的底牌。别急，留下的才是真跟你的。有我在，锅里的火灭不了。客源，咱们再一桌一桌炒回来。堂堂一个总裁，居然沦落到靠挖2个端盘子的服务员来找存在感。陈建军，你真是个扶不上墙的烂泥。林小姐，我店里很忙，找我来有什么事直说吧。周小满，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我这人只看重利益。陈建军那个蠢货已经被你打得毫无还手之力，他没用了。这份合同5000万估值，你的供应链和配方，加上我的资金和上层人脉渠道，我们联手，半年内我保证让小满小厨开遍全省。至于陈建军，我会让他净身出户，滚回他的泥潭里。林小姐，这算盘打得真响。你想利用我当刀，彻底架空陈建军，顺便还能用我的手艺填补你慢熏餐饮如今的巨大亏空。你不是想帮我，你是想独吞所有的蛋糕。那又怎样？这可是双赢。你难道不想亲眼看着背叛你的男人落得个一无所有的下场吗？只要你签了字，他的命运就捏在咱们手里。我想看他一无所有，而且我一定会亲手做到。但我周小满不屑于当任何人的刀。3年前他用下作的手段偷走我的店，我和他不一样，我不用阴的，我会堂堂正正在这条街上用一锅一勺把你们引以为傲的资本正面击溃。不识抬举的贱货，给你脸不要脸！林曼，你这个恶毒的女人，你居然背着我串通外人，想搞死我！林曼不仅撤嘴了公账上的流动资金，连核心供应商的合同都转到了他个人的皮包公司名下。疯女人，林曼，你个毒妇！重要的事全瞒着我，你不仅想踢我出局，还要把这堆烂账全扣我头上。小满，小满，你救救我！陈总，大半夜的发什么疯？想查我们家卫生，走正门。小满，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那个林曼就是个疯子，他一直在架空我。小满，其实我心里一直爱的是你。当年偷你的合同，全都是林曼那个贱人逼我的。我其实根本不想那么做。小满，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你现在的店开得这么好，我把我的经营经验都交给你，咱们回到以前推着小车一起创业的时候。陈建军，你是不是觉得我周小满这里是垃圾回收站？小满，你听我解释。林曼逼你，刀架在你脖子上，你改合同了，还是他绑着你去领的高管薪水？你选了走捷径，现在捷径塌了，你又想回头踩着我上岸？
陈建军，你配吗？周小满，你装什么清高？没有我，你以为你能有今天？他说了，不想见你。你算个什么东西？我跟他说话，轮得到你插嘴吗？你算他什么人？炒菜的，一个臭店勺的也敢管老子的闲事，滚开！行，周小满，你护着这个野男人，咱们走着瞧。老子不好过，你们的店也别想开下去。进去吧，锅里的菜要凉了。喂，是专门搞网络舆论的水哥吗？我要买你们最高级别的黑通稿，给我狠狠的黑小满小厨的卫生和食材，我要让他身败名裂。周小满，你不是横吗？在网络时代，造谣连成本都不需要，我看你怎么死！太过分了，连照片都是网图 P 的，这群水军根本连我们店的门都没进过，这简直是杀人诛心！铁山，你看网上全是陈建军买的黑通告，咱们昨天的营业额直接掉了30%，再这样下去，店里的名声就全毁了，咱们得赶紧发声明澄清啊！别管他，怎么能不管？三人成虎啊！咱们的菜干不干净，来店里吃过的人舌头不会说谎。他是炒菜，比什么声明都管用。对啊，文字可以造假，照片可以 P， 但在千万人的眼睛底下，绝对做不了假。既然你说我后厨脏，那我就让全城的人亲眼看着这盘菜是怎么端上桌的。你干什么？搞后厨直播。今天你不用管镜头，就像平时一样，拿出你最真最狠的本事炒菜。黑心商家还敢直播，地沟油倒出来给大家看看啊！准备看戏，坐等翻车。恶心，说到这条真是晦气。坐等黑心商家翻车，地沟油在哪儿呢？敢开直播，脸皮真厚。这看着好像比我家厨房还干净。我操，这刀工5星级大厨吧？这萝卜看着就新鲜，哪来的腐烂劣质？啊，这大叔颠勺太帅了吧，荷尔蒙爆棚！救命！我以为是黑心作坊，结果是硬汉男神透明厨房，造谣的死全家。这卫生标准，这食材，明天我必去打卡。家人们，我到了，就是这家被全网黑的店，我要进去给你们尝尝硬汉大叔的手艺。铁山，起锅，客满了！疯了，都疯了！老子花了几10万买水军，居然反而帮他们把热度炒起来了！陈建军，别砸了，看看这份文件吧。你的慢讯餐饮已经连续亏损1个月了，我决定撤资。撤资？你不仅要抽走账面上所有的流动资金，还要把这半年的亏损债务全部算在我的个人头上，你这是要逼死我！逼你？商业不讲感情，这店当初是以你的个人名义注册的法人，我只是个投资人。现在店被你经营的连房租都交不起，我及时止损拿回我的本金，合情合理。妈妈，你不能这么绝情，马上就要交下季度的租金和供应商尾款了，你把钱全抽走，我拿什么还？那些催债的会把我砍了的，你再给我一次机会。给你机会，烂泥扶不上墙的东西。当年你靠偷周小满的心血上位，我还以为你有多大本事，现在看来，离了那个女人，你根本就是个一无是处的废物。陈建军，你也就这样了。主厨好帅！直到今天我才明白，我当年为了所谓的捷径，到底丢掉了一块怎样的无价之宝。老板，查过了，周小满那丫头光顾着开店，根本没注册商标，连装潢和菜名都没有版权保护。明天咱们就在城东城西同时开张，牌匾一模一样，就叫小满小厨，蹭着他现在的全网热度，赚笔快钱咱们就撤。小满，
我一直当你们家是良心店，你们城东那家新分店是怎么回事？骨都是馊的，排骨是臭的，你看看这能吃吗？城东分店，张哥，我们统共就3家店，全在市中心，从来没在城东开过分店啊。没开，那你看招牌、菜单，连外卖袋子都跟你们一模一样。群里好多老客都中招了，全在骂你们呢。谁让你用小满小厨的名字的？你这叫侵权，用变质食材骗客人，你在砸我的招牌，马上招牌给我拆下来！哟，这不是周老板吗？怎么，这海城是你家开的？这几个汉字字是你发明的？我叫小满，我也开个小厨，怎么就成你的店了？想让我拆招牌，门儿都没有！太无耻了！我要报警，我要找工商局封了他的店，告他侵权诈骗。急啥？能不急吗？铁山，客人都被骗去吃了难吃的饭，全在网上骂咱们辛辛苦苦积攒的口碑就要被这群吸血虫给毁了。咱注册商标没？商标，我光顾着开店，还没来得及去注册。这样的话，法律上小满小厨就不归你，警察来了也管不了。这个哑巴亏，咱们只能硬吃。这一刻，我终于意识到，商业竞争不仅是后厨里的烟火颠勺，更是看不见的法律与规则的厮杀。律师，我要申请小满小厨的商标注册，文字、图形，连我们的菜单盘全都要申请专利，能走快的加急通道吗？多少钱我都出。周小姐，加急可以走，但商标审核是有法定公示期的，最快也得好几个月。在这期间，如果别人继续用，你很难立刻用法律手段强势封店。各位老客，小满小厨目前在海城只有3家直营店，分别在城中村和 CBD， 其他所有带小满字样的餐馆均属山寨。可是他们家连碗筷的颜色都跟你们一样啊！我去城北那家吃了，店员说他们是你们的加盟店，到底谁说的是真的？太乱了，分不清，干脆都不去吃了，免得踩雷。打地鼠是打不完的，他们抄我们的名字，抄我们的菜单，甚至抄我们的装修。铁山，防守是防不住的。既然他们喜欢抄，那我们就制定一个他们永远抄不起的标准。怎么做？开第4家店，这不再是一家普通的馆子，我要把它做成海城最大的小满小厨旗舰店，统一的高级装潢，统一的员工制服，公开透明的进货渠道公示，甚至是完全标准化的后厨操作流程。我要正儿八经的把它做成一个不可复制的连锁品牌，拔高门槛，让那些劣质的山寨店在真正的正规军面前无处遁形。行，开，我来带徒弟，把味道给你刻成标准。从今天起，我们卖的不只是菜，更是小满小厨的招牌和规矩。开门迎客。醋早放了10秒，酸味挥发没挂住，盐多了1.5克。重做。赵师傅，客人在外面催得急。而且这味道，普通人根本吃不出来差别，差不多行了吧？厨房里没有差不多，只有及格和不及格。客人冲着小满小厨4个字进来，你炒出的每一盘菜就是周总的命，谁敢砸他的招牌，现在就给我滚蛋！绝了，就是这个味儿，火候咸淡，跟总店铁山师傅亲手炒的一模一样。我就说，昨天在城东那家小满小厨吃的是假的，那烂菜叶子跟旗舰店这流水线出来的品控根本没法比。以后认准这家黑底金字招牌，别的全他妈是山寨骗子。这他妈是什么肉？一股子发酸的臭味儿！你们这还是高档餐厅吗？猪食都比这新鲜。大哥，对不住，后厨今天冷库出了点问题，我给您免单，您看行吗？免单？老子怕吃了进医院！什么破店，趁早关门吧。陈建军拖了3个月的房租，
你今天要是再交不出来，老子现在就清场。王哥，求求您再宽限我几天，我正在把店里的设备挂出去卖，钱一到马上就给您。求您别赶我走，这是我最后的命根子了。少跟我来这套，给我砸！把之前的都搬走抵债，剩下的全给我扔出去。建军，快趁热吃！今天咱们又赚了80块，照这个速度，用不了几年，咱们就能在海城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大餐馆。到时候我当老板娘，你当大老板。好，到时候我给你买最大的钻戒，咱们永远在一起。小满，我错了，我真的错了。哭够了吗？哭够了，就来算算我们之间最后一笔账吧。这不是小满那闺女当年手写的菜谱吗？陈建军这个丧尽天良的，竟然拿人家闺女的心血垫桌脚！张阿姨，您怎么淋成这样了？快擦擦。闺女，那个黑心肝的陈建军破产被赶走了。阿姨在垃圾堆里看到了你以前写字的本子，我知道这是你的心血，没舍得让它烂在泥里，给你捡回来了。这什么东西？老天长眼，赵铁山，你看，老天长眼啊！他的死期到了。周小姐，你这份原件简直是绝杀！你看，工商局那份假合同的骑缝章和你的签字页边缘根本对不上，而这份原件严丝合缝，这不仅能证明他当年利用你不懂法偷梁换柱骗取了你的财产，更构成了严重的合同诈骗。李律师，我要告他，我要让他把他吃进去的连本带利全都给我吐出来。陈建军，开门！欠老子的30万贷款什么时候还？再不还，老子卸你一条腿！喂，陈建军吗？有你的法院传票，开门签收一下。这东西我明明藏在旧菜谱里了，他怎么可能找得到？完了，全完了！您拨打的用户是空号。今日被骗走餐馆的女孩，3年后携铁证反击。小满小厨创始人正式起诉前合伙人。李爸，你出来！周小满告我了，当年的事你也有份儿，你不能见死不救，给我钱请律师啊！陈建军，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说。我只是个不知情的投资人，偷换合同、伪造签名，那是你一个人的杰作。就算你去坐牢，也跟我扯不上半点关系。把他给我扔远点，别脏了我的地盘。周小姐，请问这次起诉您有信心赢吗？对方如果请求和解，您会同意吗？绝不和解。我要的不仅仅是拿回属于我的东西，我要法律清清楚楚的告诉所有人，偷来的东西永远见不得光。就是这个白眼狼，骗人家闺女的钱和店，不要脸！呸！老天爷，
爷，让他遭报应了。陈建军，3年前你把我赶出那家店的时候，我说过我会亲手拿回来。今天我来兑现诺言了。法官大人，我的当事人当年确实是经过原告同意才进行了法人变更，白纸黑字的签字确认书可以作证。反对。被告提交的所谓转让协议，是利用原告对法律术语的不了解，将第1页的合作正文恶意抽换成转让正文，伪造而成的。这份从旧物中找到的原始协议原件，经过司法鉴定机构的笔迹和纸张齐缝章对比，确认为最初的真实版本。这足以证明被告当年使用了欺诈手段。法官大人，当年我每天起早贪黑，为了买到便宜新鲜的菜，大雪天去菜市场捡剩下的菜帮子，我把所有的真心和全部的身家都给了他，他却用2张被调包的 A4 纸把我像垃圾一样扫地出门。今天，我不求他忏悔，因为烂到根里的人没有良心。我只求法律还我一个公道。全体起立。经本院审理查明，被告陈建军篡改合同文书，恶意侵占他人财产，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现判决，当年餐馆法人变更无效。原店铺经营权立即归还原告周小满，被告陈建军需在10日内赔偿原告各项经济损失共计120万元。其涉嫌合同诈骗的犯罪线索将移交公安机关另案处理。我完了，我这辈子全完了。行了，该干活了。铁珊，你当初在北方干得好好的，为什么突然来南方？10年前我不敢说，10年后我还是不会说。但你要干，我跟着。那你以后每天给我做饭，